这是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啊，你学长说想回欧洲，所以想和我道别。回欧洲？什么？没事，去玩吧。这都是你做的。尝看怎么样？你怎么不吃？我肠胃不好，不能吃辣。那你还做了一桌子辣的。季瑟，我有话想和你说。你想说什么？莫思年，你到底想说什么？莫总，还是我去吧。学长，锦瑟，你为什么在我弟弟家呀？弟弟，莫四年，咱俩之间的事情，你为什么要把锦瑟卷进来？一个被批准了偷拍的女人，她是第6届世纪珠宝大赛冠军，还有教授她一定记住。她和你哥哥秦端在同一所，而且听说他俩的感情。明天你哥哥回来，晚上回家吃饭。所有的行程必须向我最近在用手给我妈花2个小时。要收购文华和伦耀2家公司。妈，你找我？4年，爸的身体不好，公司现在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我想你来接手公司的执行董事。所以你让我时刻向你汇报，是为了从我口中套出学长的计划。季瑟，所以你跟我结婚是因为早就知道我跟学长的关系，才选。不是季瑟，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你听我解释。季瑟，这个是你故意留在我车里的吧？喜欢吗？今天差点就被你姐发现了，你给我低调点。他那么蠢，每次你在他酒里放安眠药，他都占全。怎么说你姐姐？怀晨，你打算什么时候和我结婚？现在是上市的关键期，比较厉害，怎么的？咱们都在一起3年了，谁比得了？我们可以隐婚了。我现在就要跟你结婚。没办法。我看了你的设计，实在是……怀晨，你就让琳琳来咱们公司吧，我来带她。琳琳，姐，我真羡慕你。你说姐夫长得又帅，又自己创业当老板，我什么时候才能像你一样找到这么好的老公啊？琳琳，你长得这么漂亮，早晚会找到你的如意郎君。想吃什么随便点。怀晨，你怎么可以把我的设计稿给琳琳啊？你不是已经拿过1次奖了吗？再说琳琳也不是外人，我这不是也是为了公司能早点上市吗？可是你这个……我跟你说实话吧，我就是不想让你工作。季瑟，你不是一直想有影响吗？等我公司上市，我就立马娶你，你什么都不用做，就安安稳稳的做我的正太太。我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咱们能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杨静，他演好他的六七，他的姐姐，不是一起。
我所失去的一切，我的事业，我的人生，我的尊严。王总，您不能就这样收购了我的股权。还有17分钟，咱们再谈谈。不可言，不可好死！我在欧洲，原来我不能接受你带着这种目的而与我结婚。就你给我这馊主意，非让我和他结婚，以最快的速度去给我找个女的。几个电话的事儿交给我，等着。要被杀了。你平时都这么勇敢吗？不知道偷拍我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吗？最后和你说一句，赵北山了。莫总，波纹怎么还找不着了呢？抱你？情况紧急，麻烦您抱我一下，一会儿再跟你解释。这也太快了吧！好熟悉的味道。莫总，走了吗？走了。不好意思啊，莫总，我以为你是我男朋友的保镖，我没有在偷拍你。明白。谢谢莫总。举手之劳，香水对。香水。莫总，我有个合作想跟您谈一下。合作？很像保镖吗？这个白锦瑟可真不简单啊！一个被劈腿后只会偷拍的女人，你告诉我哪里变态？她可是第6届世纪珠宝大赛的冠军，还有件事，我想你一定会感兴趣。莫总，稍等一下。白小姐，可以说。哦，莫总，昨天的情景你也看到了，我只是想要拿回属于我自己的东西。下周是新一届珠宝大赛，我需要一个参赛名额，所以我想以恒润珠宝设计师的身份参加本次大赛。那我凭什么帮你？我知道你一直有意收购海天珠宝，我可以帮你。这件小事我自己就能做到。不过白小姐想为我锦上添花的话，也是可以的，但是我也有一个要求。什么要求？和我结婚。结婚？我们只是合作关系。爷爷目前有一份家族遗产的股份，这个股份足可以影响到未来继承人到底是谁。只有我成家后才可以继承这份遗产。如果你能力超群，你会得到恒瑞珠宝的帮助。我还有事，如果你想好了，随时联系我。什么情况？这人家里怎么什么都没有啊？莫总，莫总，您是刚搬家吗？不好意思啊，没有给您准备礼物。我一直住在这儿。合同你看一眼。好。我们只是合作关系，不可以有婚姻之实。婚姻之实？你想的真美。希望莫总说到做到。合同你也签了，就不要一口一个莫总。那我怎么称呼你？你觉得呢？
自己看看合同，倒数第2页，背面。穆总，您放心，有需要的时候我会配合您的。今天让你来呢，就是让你认认家门，以后这里也是你的家了。同时，我也希望你的家有能让恒瑞珠宝注入让人耳目一新的设计理念。还有更为重要的一点，我希望合作期间，白小姐控制好自己的情感，不要对我有任何的非分之想。请莫总放心。郑总，出事了，慌慌张张的像什么样子？什么事？白设计师的设计稿被说是抄袭版，网上都传开了。这是我的设计稿。爸，我回来了。姐子，我们开场新闻发布会，你替我当着记者的面澄清一下。请问白景色小姐，关于抄袭白玲玲小姐设计稿一事，你打算怎么道歉？如果我说是白玲玲抄袭我呢？我去了，这也太极端了！白玲玲抄袭她。姐子，为了我们的未来，我的未来没有你。我已经将郑怀晨劈腿白玲玲以及白玲玲上次大赛盗用我设计稿参赛的全部证据上传到微博，请大家打开词条自行核对。还有什么？这都有啊！你说设计大赛的冠军是白景色呀？今天的发布会到此结束，走走。郑怀晨，结束。好啊，白景色，这贱女人，要不打死你！你是你，真的是你，是我自己。你怎么办？我宣布，白景色入驻恒瑞珠，从现在起，他就是我的人物。白玲玲抄袭我司设计师作品一事，我们一定会走法律程序。从今天起，恒瑞珠宝将停止与海天珠宝一切业务往来。我们走。白景色，只要你愿意回来，我马上就跟连连离婚。郑怀晨，郑怀晨，你狼心狗肺的东西，我白白教你这么长时间。姐，你听我跟你解释，是他，郑怀晨，他先勾引的我。谁勾引的谁？很重要。姐，你打我吧，你怎么打我都不会还手的。姐，是你让我打的。白小姐，走吧。我宣布，白景色入驻红月，从现在起，他就是我的人。白灵超是我司设计师作品。陆总，今天谢谢你。你用不着谢我，我只是履行了我的承诺。一会儿你把我放路边就可以了。我履行了我的承诺，我希望你也履行你的承诺，跟我回家。我会跟你回家的，但是我得先回白家拿一趟东西。你缺什么东西，列一张单子给丁向东就行。陆总，我必须回去。2个小时够吗？够。我先回公司，结束后打电话。好。你真的要离开这个家？我离开这个家，不是正合了你们的心意吗？实在要走，那就在家里吃完饭再走吧。妈妈给我的娃娃呢？吃完饭再说。锦瑟，我知道妹妹辜负了你。她和郑怀晨的事，你早就知道了吧？锦瑟，千错万错都是我们的错。连连来，给姐姐道歉。姐，我错了。你打也打了，骂也骂了，就原谅我吧。锦瑟，你看妹妹也道歉了，你能不能念一下姐妹之情，放你妹妹一马？起诉是公司决定，我也无权干涉。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儿啊？爸的话你都不听了？爸，我吃完了。
爸，我看我姐最近操劳过度，有些累了。这样吧，你先回去休息，我来照顾我姐。来个锦瑟，我还以为你多长记性，你不是想崩盘，那我也把你唱成给我拍的戏。您拨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谁呀？你干什么？你知道我是谁吗？谁呀？我可是金江子，是谁会打？没人啊！哎呦！你谁呀你？你怎么跑到我们家来了？莫总，黄先生，这位姓靳的先生严重践踏了我的底线，他动了我只能借用您的名，给他立个规矩。白先生、白小姐，此行为已经构成了犯罪。若白锦瑟小姐追究此事，你知道什么后果吗？我让你不要再惹是生非了。我也没想到莫思年会来啊。哎呀，这下麻烦了。你们的事先放一放呗，先送我上医院呗。真是个蠢人。莫总，怎么是你啊？怎么着？那你希望是那个姓靳的？喂，靳少爷吗？昨天晚上你可把我累坏了。你放心吧，我对你没有兴趣，我只不过是昨天晚上鞭策了下那个姓靳的。谢谢莫总，对不起。对不起有什么用？那你要不也穿？我衣服呢？你觉得呢？我处理还要挨打，真是麻烦。先跟我去民政局，领完证再去公司。怎么有个冰袋啊？
这人家里怎么什么都没有？哎，听说了没？那个网上手撕渣男和妹妹的设计师今天入职啊，不是吧？今天不是吧？哎，她挺漂亮的呢。我跟你们说，之前白琳琳她的设计稿都是抄袭这个人的，而且据说莫总亲自宣布她进入恒瑞集团的。哎，这种事情我没有想到的。有时间在这儿讨论别人，不如把精力放在自己作品上。毕竟在恒瑞，我们只看实力。那是当然了，他要是能有小七姐一半的实力，也不至于被埋没那么久，对不对？景色才不是那种只会靠炒作上位的人呢。多谢大家关心，我会用我的作品说话。大家好，我是新来的设计师白锦思。白设计师你好，我是恒瑞珠宝设计总监冯小溪，希望你在未来的日子能用实力回馈莫总，回馈公司。您好，冯总监。难道他身上的味道能治疗我的失眠？不是这个味道。你来我卧室做什么？这是我家，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那你拿我睡衣干什么？我看它挺好看的，我看看什么牌子不行吗？你手里拿的是什么？你拿这个干什么？我的用完了，我用一下你的怎么了？你也用脱毛膏？我明白了，你早说嘛！我都懂，这蕾丝睡衣我的太小，穿不了，下次给你买大的。我说你怎么这么着急结婚？不是你别误会啊，我是正经。哎呀，我都懂。行，既然你都懂，那我就跟你坦诚相见。从今天起，你跟我一起睡。啊？行，既然你都懂，那我就跟你坦诚相见。从今天起，你跟我一起睡。啊？我对你这个人没什么兴趣，但是我对你身上的味道很感兴趣。你身上的味道治好了我多年的失眠症，所以从今天开始，你和我一起睡。莫总，您确定这叫38线？这就是边界，如果铃铛一响，咱俩谁都别想睡。不是莫总，我的意思是38线是这么分的？你3/10，我7/10，我说的够清楚了吧？有点困了，我睡觉。郑总，查到白锦瑟和莫思年已经结婚了。什么？郑总，董事会的人都在外面，都是股东要求撤资，有些股东已经开始出让股份了。好，白锦瑟，你给我等着！郑国珍，你来做什么？白锦瑟，我真是想瞧你了。你有什么事儿？什么事儿？你是不是以为我还不知道你和莫思年结婚了？你要做什么？做什么？你说啊，假如我把你和莫思年结婚的事发到网上，你觉得网友们会怎么想？所以呢？很简单，现在你去网上发文体有成绩，就说你早就知道我跟白玲玲在一起了，公司的设计稿也是你自愿给的，你就是因为嫉妒白玲玲，所以才故意设计陷害。你做梦。大哥要请你吃饭，谁是大哥？为什么要请我吃饭？
饶了我，我实在是吃不下。我知道郑总爱偷吃鸡，但没想到能吃这么多。还好我的鸡准备的够多。莫思年，海天珠宝已经正式解除与白琳琳的合作，将支持珠宝设计师白锦瑟的维权行为。我在此真诚地向白锦瑟小姐本人道歉。锦瑟，对不起。进。穆总，你没有收购海天珠宝？对啊，郑总，饭也吃完了，我们做个交易吧。我只是想请他吃个鸡而已，谁成想他那么能吃，吃了8只。您为什么这么做？别误会啊，当初和你签那份合同也不是为了海天珠宝。海天珠宝对于我来说没有任何的吸引力了，我不喜欢没有抵抗力的猎物。不管怎么样，谢谢穆总。我今天这套西服怎么样？啊，好看。好。又一个被我迷倒的女人。爸，您今天来不是为了来看我的吧？你们好歹也是多年姐妹，难道你就不能放过她吗？他坏事做尽，是他自己不放过自己。我们白家这么多年，竟然养出你这么个六亲不认的东西。没有什么事的话，你请回吧。锦瑟，你找的那个娃娃我给你带过来了。锦瑟，今天是你的生日哦，妈妈给你缝了个娃娃，喜欢吗？这个我呀，可这是我的呀。锦瑟，妹妹小，你和她抢什么？你能不能看在死去的妈妈的份上，放过琳琳？如果妈妈知道你们姐妹俩骨肉相残，她在下面也不会安息吧？爸，你真的觉得他会放过我吗？白先生，看来我上次的警告没有奏效。莫总，误会。锦瑟，看在妈妈的份上，你再考虑一下啊。这就是你回白家想拿的东西啊？你怎么了？我不是白家亲生的。请进。穆总，您这是？你今天的娃娃拿去修了，先抱着这个熊睡吧。您居然会有这种娃娃？睡不着的话，试试这个。你该打听的打听，不该打听的少打听。穆总，有件事我想请您帮个忙，你可以帮我撤诉吗？为什么？毕竟琳琳是妈妈唯一的女儿，如果妈妈还活着，也一定不希望我们姐妹相残，所以你能帮我撤诉吗？好，但白玲玲下药的事属于刑事案件，这个我无能为力。我希望你身世的问题不会影响你的工作，以及我们之间的合作。莫总，您放心，我知道该怎么做。
海天珠宝首席设计师白琳琳勾结金氏集团公子金晨轩报复白锦瑟，其行为以涉嫌强奸罪被公安机关立案调查。当前，白琳琳与金晨轩已被刑事拘留，郑怀晨在舆论压力下被迫卸任海天珠宝 CEO。我知道你不愿意面对白家，所以我帮你问过白正明关于你身世的问题。他说你是在医院被捡到的。医院？然后呢？没有然后了。当我在帮你调查，有什么进展我会跟你说的。谢谢莫总。对了，我有个事想问您。问。您为什么这么关心我？您为什么这么关心我？我不是关心你，我只不过不希望我夫人的身份是不清不楚的。还有，恒瑞准备发布新品，以往的新品都是出自冯总监之手，我希望这次你能争取到这次机会，让我看看你的实力。您放心，我一定全力以赴。这次发布的新品，我希望能让我耳目一新，你放心去做。公司会全力支持你，我希望你能给恒瑞带来新的可能。谢谢莫总的信任。白设计师，这是上个月所有设计师的设计方案，你将他们整理成册，下班前我要看到。这不是我的工作吧？我这也是在帮你提前熟悉公司业务啊。好，就算是，可是一个晚上我完不成。我相信你的工作能力。锦瑟，我来帮你。让让，你干什么呀你？白锦瑟的工作和你有什么关系？林夕，你要认清楚你在公司的位置。我看你就是嫉妒锦瑟。我警告你，不该你管的是你手差人。随便你，反正你也比不上锦瑟的1/1000，他随时就能超越你。林夕，锦瑟，锦瑟，你敢打我！你这个贱人！冯小希，我告诉你最后一遍，你自己对我没关系，但是你伤害我的朋友就是我的底线。这个冯小希仗着宋锦做靠山，在公司跋扈惯了，你倒是不怕。宋锦是谁？哦，公司以前的设计师。哎，锦瑟，你什么时候也教教我跆拳道？要是再遇到冯小希这种人，我自己就把他给 KO 了。季副总，这里由我来照顾他就行，先回去吧。那可不行啊，莫总吩咐过了，我在这守着，他还等你回家呢。那个回家？对呀，他现在可是我们莫总夫人了。什么？你什么时候跟莫总结婚的？不是，我们是假结婚。假结婚？那个，你先照顾他吧。你又想做什么？白锦瑟，你别仗着你是莫总招进来的就自以为是，你想取代我，你也太天真了。冯总监，我一直因为你是我上司的份上，对你再三忍让，但是从今天开始，如果你再对我不依不饶，我也不会再对你客气了。白锦瑟，从今天起，恒瑞有你没我，有我没你。怎么还不睡啊？啊，我在写新品的设计阐述。反正我也睡不着，我陪你。莫总，这是设计师的隐私。我是你的老板。我这次的设计理念源自于守护。说起守护，您觉得这个设计怎么样？很美。什么？你的设计很美。啊，你的想法挺不错。其实这也不全是我的想法。小的时候，我有一条类似的项链，可惜后来被白莲玲抢走了。总之，这次新品发布会，你加油。莫总，请你放心。对了，莫总，我失眠的时候
就喜欢听有声书，听着听着就睡着了。要不要试一下？虽然你的作品是为了公司而已，但这仅仅只是个开始而已。别以为自己有多了不起，明白吗？知道了，孟总。恭喜你，白设计师。谢谢孟总。白设计师，有个叫 Lucy 的，约您今天下午1点见面。好，我知道了。不好意思啊，白设计师，因为我最近刚刚上任一家公司的 CEO， 实在是抽不出时间到贵公司拜访，今天才约您来这里见面的。没关系。哎，那不白设计师吗？还真是，早来招待。哎，人家姐妹之间谈悄悄话，你个大男人凑上去干嘛？那不是天上的 Lucy 吗？怎么成她闺蜜了？咱们白设计师又漂亮又有才华，谁知道她今天跟谁推心置腹，明天跟谁当姐妹呢？咱们还是走吧。白设计师，这次的珠宝是以我个人名义购买，所以不方便走公证。我希望能用白设计师的私人账户谈。白设计师，你愿意帮我？白设计师，如果你有顾虑的话，我可以将全款打到你的账户上。好，信任是相互的，既然你相信我，我也相信你。你放心，我怎么这样？接下来，请大家欣赏我们天盛珠宝的当季新品。这不是白设计师的作品吗？抱歉啊，白设计师。这个人好眼熟啊！我听说这个 Lucy 之前一直在欧洲深造，国内也没有她的消息。你是怎么认识她的？我那天好像见到过白设计师跟这个 Lucy 在一起，景经理也见到了是吧？那天呢，冯设计师。景经理，我约了你一直想见的达总，要一起去吗？真的？走。路过咖啡馆的时候，正好看到白景色跟 Lucy 在一起。不是，是他约我去给他自己设计珠宝。在此之前，我不知道他是天盛的 CEO。哦，那为何偏要选在天盛楼下的咖啡馆约见？他当时声称自己没有时间来恒瑞，所以才在他的公司楼下。你要是不相信我的话，你查一下我跟 Lucy 的聊天记录。在此之前，我不认识他。之前不认识，可之后你们有没有私下交易？那谁又知道呢？那我为什么要将自己的设计稿一模一样的又给他？距离恒瑞新品发布就剩下1周的时间，天盛可是恒瑞的死对头，这明显是想让恒瑞背上抄袭罪名。不然，莫总到底是不是白设计师？查一下他的账户流水就清楚了。季向东，去查下白设计师的账户，在查清楚之前，谁也别离开这。天盛确实给白设计师打过。莫总，我真的不清楚这笔款为什么。公司有自己的规定，所有的设计和汇款流程，公司必须知道。我不管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你做的，但你都违反了公司的规定。莫总，你不觉得是有人设计陷害我的吗？这件事情我会查清楚，但查清楚之前，你白景色将停止一切公司事务。你不相信我？我说的已经很清楚了。莫总，既然你不相信我，那也就不用庭审了，我辞职。你去哪儿？莫总，既然您怀疑稿件是我泄露的，那我也没有必要留在你家了。我原以为你对自己的职业有着很坚定的理想，现在看来也不过如此。
你那边怎么样？监视器一切正常，除了有天晚上冯小希下班比你晚，看不出任何异常。比我下班还晚？我每次都是公司下班最晚的。不对，把公司的监控视频导出我看一下。好。我知道了。莫总，回来了。我想请您帮个忙。小希姐，你今天真好看。感谢大家的到来，恒瑞珠宝新品发布会现在开始，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有请本次新品的设计师白锦瑟小姐。谢谢大家对我的认可，也感谢恒瑞珠宝给予我的信任。而我此次最想感谢的是那个让我明白绝处逢生的这个道理的人。此次新品发布会，有人故意将我设计好的稿件泄露给了天盛，然后再将嫁祸给我，让我险些丢失了本次的机会。原本以为我的珠宝设计生涯就此结束了，但是最终我回来了。白设计师，恭喜你，恭喜我！你恐怕不是这么想的。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你的确很聪明，删除了和 Lucy 的所有的联系记录，并且保持距离不见面。但是狐狸最终会露出尾巴的，不是吗？白景瑟，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你用了做过手脚的打印墨，让我故意以为那是一堆废纸，然后将我的稿件偷走，交给了 Lucy。你串通 Lucy 和我见面，故意让景向东看见，又让 Lucy 给我转了一笔巨款，让莫总误会。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我和 Lucy 之间根本就不认识。白景瑟，就算你打开了我的电脑，那又如何？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我和 Lucy 之间认识？你知不知道你删掉的所有内容，在云端还是会有记录的？林夕在大学时就是有名的黑客，就算删除，也可以都找回来。你少吓唬我！有什么证据你就拿出来啊！你输了，输就输在你太贪心了。你看看屏幕，这么多东西，才是交易啊！冯总监，让我们来算一算这笔交易，你到底挣了多少？是1000万、2000万，还是5000万？你哪有那么值钱？我一共才拿了50万。你承认？白景瑟，你故意诈我！莫总，你是想捧白景瑟上位，所以来陷害我。你和白景瑟是什么关系？你自己最清楚。那你说说，我们俩是什么关系？是他勾引的你，你沉迷于他的美色，才处处替他说话的。是啊，那我就告诉你，我和白景瑟到底是什么关系？我们是合法夫妻。什么话呀？这是这么劲爆？所以你护着白景瑟，那就更有理可据了。冯小希，事到如今了，你为什么还在执迷不悟？白景瑟，你也别高兴得太早，我的今天就是你的明天，早晚有一天你会跌得比我还惨。是啊，他和莫总真的在一起了。恭喜你啊！多谢莫总，最后信任我。还有一件事情，白振明来滨城之前，他一直生活在韩城，而且特别巧的是，他搬来韩城之际，也就是你出生之时。韩城？那很有可能我就出生在韩城。太好了，我再也不用打海捞针了。子年啊，你好，你好，总，你好。久闻恒瑞珠宝来了一位新锐设计师，果然名不虚传呐。您过誉了，景瑟，这就是我一直和您说的宋氏集团的董事长，也是曾经国内最负盛名的珠宝设计师宋老。宋老您好，白小姐的这件作品我十分喜欢，能得到宋老的肯定，是作为晚辈的荣幸。我平时在韩城，欢迎二位来韩城做客。多谢宋老。白设计师，琳达，你怎么这么好看？今天，琳达，莫总不是吩咐过了吗？怎么回事？白总监，你放心，莫总都吩咐过了，我们懂。哦，对对对，白总监，之前是我们不懂事儿，你就跟我们一块吃饭呗。你想吃什么，我们请。就是，这我给我们个机会嘛。哎，停！
不用，我上个厕所。想吃什么跟我说，我给你定位置。我们抢！怎么了？我下班了，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回家？回家？我不去。我还有设计稿，你先回去吧。那你别忙太晚，我晚上等你回去睡觉。睡觉。没想到吧？就算我被恒瑞踢走，我也要在你身边阴魂不散。我有件事特别不明白，你为什么三番五次的针对我？我跟你无冤无仇。无冤无仇？你没来之前，我才是这个公司的首席设计师。可你来了之后呢？所有人都在围着你转。我们都是凭本事吃饭，你有能力就拿作品出来。白景色，你不过就是仗着自己年轻漂亮，让他们对你有一时好奇罢了。所以呢？你不是靠你本事吃饭吗？那我就看看你没了这张勾引男人的脸，你还拿什么本事吃饭？莫总，冯小希，我看在你为恒瑞卖命多年的份上，本想放你一马，但就今天这个事，我一定会报警解决。你手受伤了？莫总，不好意思啊，因为我让你的手受伤了。你负责就行。哦，拿到后背，往上一点，往下点。好了吗？你等一下，你有没有闻到什么奇怪的味道？你不会要说我身上有什么奇怪的味道吧？我是说你有没有闻到我身上有一股馊的味道？要不这样吧，你帮我洗个澡吧。莫总，你不要太过分了。莫总，你这手不是好了吗？好的差不多了吧？锦瑟，我去睡觉了。喂妈。今晚8点，翠峰阁见。记得穿好看一点。王总，感谢您对我们公司的支持，希望日后合作越来越愉快。好，下次再见。学长，真的是你啊！
学长，你怎么在这儿？你不是在法国吗？我家里发生了一点变故，公司有很多事情需要我处理，我也觉得我是时候该回来了。一别数年，没想到居然在这儿碰到你。我也没想到一回国就能见到你。对了，景色，你还在做珠宝设计师吗？嗯。太好了，我记得这一直是你的梦想，你一直很有这方面的天赋。多谢学长夸奖。你有兴趣来我公司吗？我刚回国，很希望能够得到你的支持。谢谢学长的信任，但是我现在有公司了。景色，你变了，竟然学会拒绝了，挺好。我早就觉得你该这样了，我为你感到高兴。学长，你在法国过得怎么样啊？还好，就是有的时候还挺孤独的。我在法国的时候啊，老想起咱们以前的日子，有些事情想想还挺遗憾的。这都是难免的。能再见到你，真好。你在等人吗？但是他临时有事来不了了。那择日不如撞日，这顿我请了。行。你干什么去了？这么晚才回来？我在饭店等你的时候，恰巧碰到了大学学长，正好吃了饭。你现在是莫夫人，我希望你在外面时时刻刻都要注意自己的形象。我会保持我们之间的分寸。从今天起，你所有的行动必须向我汇报。汇报？合同里写的很清楚，在必要时告诉我你的行踪，以防意外发生。我知道了。你去哪儿？我去上班，我还能去哪儿？去吧。这么着急干什么去了？这你要管？合同上明明写的清清楚楚。上厕所。回过嘴拿什么东西？交出。莫总，好好看看，这是什么机密？汇报？是他现在连上厕所都让我汇报。要我说，莫不是你和秦无端出去吃饭，他吃醋啦？吃醋？你俩的起点虽然是一场契约，但是终点也有可能萌发出爱的果实啊！依我看，他对你这么上心，莫总是喜欢上你了。他喜欢我？是不是你和秦无端一起吃饭，他吃醋了？今晚有空吗？有一场珠宝晚宴，业内有很多大师都会出席，给你介绍一些人认识认识。穆总，走。穆总，我大学学长今晚邀请我参加珠宝晚宴，你是否有时间陪我一起去啊？我没空，自己去吧。知道了。记得向我汇报。刚才晚宴上的一对夫妻，男方是我在法国的时候认识的一个珠宝商，女方呢是这个业内鼎鼎有名的珠宝设计师，在同一个领域强强联合，太让人羡慕了。想什么呢？没叫什么，不好意思啊。我最近在用我收购的股权并购兰花和伦耀两个公司，如果能够成功的话，我心爱的女人就会成为我们市最大的珠宝商老板娘。那我要先恭喜那一位了。杰瑟，你有想过自己亲自设计一对戒指，用来给你最爱的人和最爱你的、最配得上你的人来戴？
你在这儿做什么？今天你和你大学学长也会开心吗？你等到现在就是为了问这个啊？我现在太累了，明天再跟你汇报。我现在就要知道。我去参加珠宝宴会，他给我介绍了一对设计界很有名的夫妇，然后还说要收购兰华和伦耀2家公司。对了，他还问我有没有兴趣设计一对对戒，不过我是假结婚，应该也没什么必要。怎么可能？怎么可能啊！这个和我们预估的价格完全不一样，怎么可能会差这么多呢？一定是哪出了问题了，赶紧去查，把他的底细全都给我查出来！啊！无端。妈。喂，学长。金色，我好难受啊！你怎么了？学长，你怎么喝了这么多酒啊？景色，你怎么了？景色，我喜欢你。我上大学的时候我就喜欢你。学长，都过去了，你不是也已经结婚了吗？结婚？我跟谁结婚啊？我什么时候结的婚啊？我生日那天，刚刚收到你送我的礼物。你说秦无端是不是喜欢他呀？秦无端不是已经订婚了吗？订婚怎么啦？订婚跟喜欢他又不冲突。同学们突然传开了，说秦家的儿子已经订婚了。那是我弟弟，那不是我，不是我。金色，一直以来，我心里只有过你一个人。所以你突然不愿意见我，就是因为这个，就是因为这一个误会吗？学长，都过去了。没过去。金色，你知道吗？你知道我在法国的时候多想你吗？金色，我每天都在想你，我每天都在想你，我就在想你为什么突然就不愿意见我了？金色，你是我最难忘的女人，你知道吗？学长，我有喜欢的人了。我不信，我不信，金色，我喜欢你，金色，金色，学长，金色，你喝多了，学长。学长，我们以后别再见面了。你在这儿干嘛？怎么不回家呀？你去哪儿了？你要24小时监控我吗？我问你，你去哪儿了？你为什么那么在意我去了哪儿？合同上写的条件就是你喜欢我吗？你为什么那么在意我去了哪儿？合同上写的条件就是你喜欢我吗？莫思年，你别想让我再向你汇报任何事情。琳达，白总监呢？白总监出去见客户了。
可能小两口闹别扭了。谁跟他是小两口？我又不喜欢他。不喜欢一个人跑出来喝闷酒。我是为秦家的事犯愁。行，我去上个厕所。您拨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说曹操，我刚在隔壁看到白景色了。哎，逗你玩呢，白景色根本就没来，很明显你喜欢他。明天就是情人节了，要表白这个机会最合适了，别到时候连哭的地方都没地方哭啊！哎，干嘛去？你酒都没喝完呢。上班去啊？吃了早餐再走吧。莫总，有什么事儿您就直说吧。我能有什么事儿？那我就先上班了。你吃了早餐再走啊？莫总，你有什么事儿？这什么意思啊？我看你最近工作太累了，给你下午放个假，让琳达陪你去买你东西。莫总，我工作太繁忙了，没有时间，这卡您收回去吧。今天晚上必须回家吃饭，有事和你说。哦，知道了，你慢走。有事和我说。今天是情人节，他是要和我表白吗？我要离开了，想再见你一面，在咱们第一次相遇的地方。我以为你想开了。什么叫我要走了再见你最后一面？你到底要干什么？我要回欧洲了，只是在临走之前，我有些话想对你说。你记得吗？我们第一次认识就是在这儿。那个时候你被人欺负了，我刚好看见了。我记得，这一切我都记得。你帮助了我，后来教会我跆拳道，一切的一切我都记得。所以我们还是和以前一样，对吗？学长，你永远是我最好的学长。学长，我祝你在欧洲有崭新的生活。我先走了。这是……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啊，你学长说想回欧洲，所以想和我道别。回欧洲？什么？没事，去玩吧。这都是你做的。尝看怎么样？你怎么不吃？我肠胃不好，不能吃辣。那你还做了一桌子辣的。金色，我有话想和你说。你想说什么？莫思年，你到底想说什么？
还是我去吧。学长，锦瑟，你为什么在我弟弟家呀？弟弟，末4年，咱俩之间的事情，你为什么要把锦瑟选进来？一个被批准了怎么偷拍的女人，他是第6届世纪珠宝大赛冠军，还有教授他一定会记住。他和你哥哥秦端在同一所，而且我听说他俩的感情。明天你哥哥回来，晚上回家吃饭。所有的行动必须向我最近在用手给我麻烦那个2家公司，要收购的话和轮耀2家公司。妈，你找我？总监，爸的身体不好，公司现在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我想你来接手公司的执行董事。所以你让我时刻向你汇报，是为了从我口中套出学长的计划。锦瑟，所以你跟我结婚是因为早就知道我跟学长的关系才选。不是锦瑟，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你听我解释。锦瑟，说辣呀！我记得从小到大你不吃辣的吧？你早就知道我和锦瑟了吧？看来你是对锦瑟动了真情了。所以你特地选今天这个日子来到我家，对吧？钱无端，你真够阴险的。阴险？难道不是你先利用我和锦瑟的关系监视我，又让我一步一步陷入你的圈套之中吗？要论阴险，我可是远远比不上你啊！我是利用了锦瑟，那不还是因为你从小到大为了自己的利益你不择手段。现在呢，你明知道那2家公司存在问题，你为什么执意收购他们？你险些将秦氏集团置于死地。现在你又来拆散我跟锦瑟，你到底想干什么？你别再装正人君子了，行吗？我不仅要得到继承权，我还要夺回锦瑟。什么？利用你？这个莫斯年，算我看错他，亏我还占你俩 CP。不过话说回来，你现在打算怎么办啊？我想先和他解除协议。可是你刚刚才重回珠宝界，你现在跟他解除协议，那恒瑞你怕是待不下去了。那也是我应得的。讲道理，人家当初说让我不要动感情，不要有非分之想，是我自己动了感情，骗不了人家。好了好了，小瑟瑟，你现在什么都不要想，就乖乖的睡一觉，知道吗？我现在可是只有你了。早餐好了没有啊？来了来了，你饿死鬼投胎啊你！我求谁啊？早上好，宝贝儿。送你个头，你来干嘛？给你送早餐啊。来，谁啊？送外卖的。外卖？你不是刚做早饭吗？点什么外卖？这不是怕自己做的不好，还不如点个外卖呢。那你这玫瑰花，点外卖送玫瑰。用牛奶的营养抚摸清晨的阳光，早上好，亲爱的。这外卖土味情话还挺多啊。亲爱的公主殿下，王子来接你上班了。景向东，怎么是你啊？对啊，怎么是你啊？你们啊，对，我们不明显吗？什么？怎么可能？我怎么可能喜欢他？随便，我先给他看。学长，吃完了？刚才谁还说不做我女朋友呢？好了，我以后不这样了。这还差不多。哎，对了，白锦瑟怎么来你这儿了？哦，我知道了，
肯定是昨晚上被感动到了，来找好闺蜜分享呗。感动？锦瑟被莫思年那个渣男利用了，还要感动？是吗？白锦瑟知道莫思年利用他的事了。这么说你早就知道了？哎，等，你听我解释，不是这样的。莫思年昨天晚上还想跟白锦瑟表白来着。表白？啊。很抱歉，学长，我之前不知道他在利用我，害你没能拿下并购。你有什么好抱歉的呀？这事儿你也是受害者，我不会怪你的。谢谢。该是我谢谢你，谢谢你还愿意见我。我觉得我就像一个笑话一样。我跟了父姓，他跟了母姓，所以你一时间没发现他的阴谋，这也正常。会不会找你有急事啊？他除了利用我，还能有什么急事啊？哎，那你下一步打算怎么办？跟他解除协议。我在欧洲那边有一个非常好的律师朋友，你如果相信我的话，可以把合同给我，我让他帮你想想办法。谢谢。如果你已经想好了和他彻底断绝关系，那就应该把他从你的世界里彻底删除，除非你还没有想好。像梦里出现的那个人，是你是爱忘不掉那个人。这文件你签字干嘛？帮他一步。打起精神了。喂，我知道是，找我干什么？要见我自己没有那么脆弱。之前那个事情是我太冒失，对不起。做生意难免有坎坷，知错就好。你现在都可以独当一面了。月底的董事会由公司全体董事投票选出下一任秦氏集团的董事长。最想念那个人，还剩下多少曾经替他眼里抚慰你伤痕。仓博的这一票至关重要，现在最关键的一票在咱们手里，你就放心好了。还是帮我想想，怎么才能找到锦瑟？仓博，听说令千金最近出了一场车祸，正在 ICU 里，急需要心脏移植。不过我全都差人安排好了，仓博尽管放心。那就多谢小秦总了。仓博在公司那么些年了，对我呢也是有过不少的帮助和支持。我可不想看着仓博承受丧女之痛呀，毕竟咱们才是一家人。这就是边界，如果铃铛一响，再打石头被摔。怎么啦？又想莫思年啦？有些事情变成习惯，就很难改变了。我看可不是习惯。别以为你跟景向东谈恋爱就可以做情感大师。谁说我跟他谈恋爱了？不过景向东跟我说，情人节那天晚上，莫思年是想跟你表白的。表白？表白？景向东说了，虽然莫思年一开始是想利用你和秦无端的感情，但是后面他自己发现他已经喜欢上你了。他本来是想情人节那晚跟你坦白一切的，但又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怪不得。我觉得你应该还是要给他一个机会。我知道了，快睡吧。不再迷恋你的呼吸，却又寂寞，人生默契。滴答滴答，与时间悄悄对话，最初的梦想有你还在身旁，我们都太健忘，背对背走得匆忙。10000公里的爱，我们走得太远，记忆不断重叠，在幸福的瞬间，我们的世界画上了句点，把远离距离超越了光年，只是忘了说出那句再见，还留在了昨天。感觉你最近状态好多了。想清楚了一些事情。哦，什么事儿？我发现这段时间，我对莫思年的感情不仅仅是失望，还夹杂着一些其他的情愫。那天景向东说，情人节那晚他是想向我表白的，所以我想
我应该弄清楚他是怎么想的。那你就不怕他再骗你一次吗？爱情是勇敢者的游戏，一味懦弱只会让自己失去。那你打算去找他吗？我想做一个了断。老莫啊，明天的投票至关重要，你一定要打七星山。感情的事儿啊，先放一放。走了。喂，锦瑟，明天下午我们见一面吧。明天下午，我们在公司楼下的咖啡厅见吧。好。锦瑟，我想好了，就算今天的投票结果不是我，为了你，我也不能就这么走了。学长，不管怎样，我们都不可能了。金总，以后多关照。参谋，我是开门见山的。我今天来到您这儿，是想看看您对我们两兄弟的态度。如果您觉得我哥哥比我更适合在这个位子上的话，尊重您的选择。参谋，你在秦氏集团已经30几年了，我希望您能够做出慎重的选择。投票结束，莫总4票，秦总3票。秋凯，那按照规定，这什么情况？你突然就走了？明天下午我们见面吧。小刀，我看你是。还好我被你说，这算什么事儿呢？这说有什么事儿太不重视了吧？请大家稍安勿躁。看来啊，我们家这4年还是太年轻了。我在这儿替他向大家赔个不是。这么重要的场合，他说走就走，那这就是相当于放弃了。现在投票已经结束了，莫总将出任新一任秦氏。既然莫总已经选择了放弃，那么以后就由我来带领各位继续咱们秦氏的辉煌。我们既然已经定下了规则，那今天的投票还有什么意义？对呀，对呀，你就是在投票，在这不耽误时间投什么票？今天的董事长选举择期进行。闹吗？这不是？是啊，投一半人数，这投票什么意义啊？对呀，把我们当什么了呀？就是。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人接听。锦瑟呢？如果我把这份合同公之于众，到时候所有的人都会认为锦瑟是凭着你的暗箱操作才走到今天这一步。你猜大家会怎么看他？到时候他的职业生涯要怎么办呢？弟弟，要放弃这一切了吗？莫思年，你不许签！不要签！你要的东西已经得到了。
冯总监，是我，宋锦。我有件小事儿，想请你帮个忙。白设计师，这是上个月所有设计师的设计方案，你将它们整理成册，下班前我要看看。他和莫总真的在一起了？快点睡吧。我呢，今天是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的。什么好消息啊？今天宋老说了，他打算跟恒瑞合作办一场慈善拍卖会，而主设计师就是你。白设计师，你的机会来了。是工作啊？你怎么了？宋老还说了，让我明天带着你去韩城和他吃个饭。韩城？谢谢。这就是宋老的家呀？对，小时候我妈妈经常带我来这玩，好久没来了。莫总，好久不见。好久不见，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怎么不说一声？我上周回来的，在巴黎听到了你结婚的消息，恭喜啊！谢谢。坐。您就是白设计师吧？您好，我是白锦瑟。我是宋老的女儿，宋氏集团的执行总裁宋锦。宋总您好。爸爸正在开会，所以没有办法亲自接待你们，实在是不好意思。没关系。其实我总听爸爸提到你，今日一见，白设计师不光才华出众，人还这么漂亮，莫总真是好眼光啊！那是当然。别这么说，谢谢宋总的夸奖。这次我也没有什么准备，这是我自己设计的，还望白设计师不要嫌弃。谢谢宋总，我不知道您回来，所以也没有准备礼物。没关系的。对了，这次咱们的合作由我来负责，这个项目对我来说非常重要，所以我的未来就交到二位手上了。您放心，我们一定会全力以赴。第一次见到宋老师就觉得很亲近，没想到宋小姐人也这么好。没你好。知道。怎么了？我带你去一个地方。你带我来医院做什么？我查了，你的养母在生白丽丽之前，她在韩城生过一个孩子，而这家医院很有可能就是你出生的地方。我出生的地方？那天的档案都在这里了，麻烦找一找。谢谢。好像被撕了。本来想着查到医院会有线索。好啦，不过这是我第一次来我出生的城市，看在你那么用心的份上，我带你去个好地方。走吧。这是哪啊？这是每个城市都有的小吃街，带你体验一下。这什么东西啊？牛杂。可以吗？啊。我靠！怎么了？怎么了？哎，老莫居然在朋友圈发了一张和白景色的合照。我长这么大，还从来没看他在朋友圈发过私人合照，天要打西边出来。这莫总这样看还挺帅的。
你说，咱俩已经在一起了，我能不能抱着你睡？不能。虽然我们已经是合法夫妻了，但是你又没有真的娶我。你干嘛？但是我可以抱着你睡。为什么总是让我真享受？阿姨，我第一次来，给您准备了点礼物，希望您能收下。谢谢。像我们这样的家世，什么都不缺。白小姐走的时候带回去吧。妈，我们都饿了，咱们开饭吧。嗯。谢谢。给客人怎么能用家里的碗筷呢？吴妈，拿客人用的碗筷。尝这个。白小姐，听说你是一个孤儿。我是白家养大的。啊，那白小姐应该知道，我们秦家不是寻常的人家。自古以来，我们总说一个门当户对。我呢，虽然不看重这些，但是总是要知道你家的底细啊。妈，我现在已经在帮景色找他的亲生父母了。我在和白小姐说话，别插嘴。白小姐，听说你之前和我的大儿子也有过一段不清不楚的关系啊？妈，你都是听谁说的？锦儿，可惜了，你差点就成了我儿媳妇了。但是我又不能干涉她的婚姻自由。没事的，莫阿姨，谢谢你爱惦记我。我跟4年可能就是有缘无分吧。但是说到这儿，我对4年要娶的这位妻子，倒也有一些了解。是吗？虽然在别人背后嚼舌根子不太好，但您是4年的母亲啊，我觉得应该让您知情的。那个姓白的设计师，之前跟吴端阁也有过一段感情。什么？他竟然跟吴端也在一起过？他们俩是大学同学。那会儿我回国前，听说4年跟吴端哥也斗得不可开交，大概也是因为这个女人吧。景色和秦无端，他们就是大学学长和学妹的关系，哪有什么不清不楚的关系啊？这就很巧了，先是我的大儿子，再是二儿子。不知道白小姐和我们秦家是真的有缘呢，还是刻意接近秦家？妈，你到底什么意思？4年，婚姻不是儿戏。阿姨，我身体有点不舒服，我就先走了，不好意思。景色，你刚回来，多陪陪阿姨。你看看，什么素质！妈，从景色一进门开始，你就甩脸色给他看，他能站在这儿客客气气的和您道别，就已经很有礼貌了。你今天到底是怎么了，妈？这个女孩之前和你哥哥也有过暧昧不清的关系，你知道吗？我知道，但不是你想象的那个样子。那是哪样？4年，你还年轻，很容易被一些人迷惑。这段婚姻我不同意。我不管您同不同意我们俩在一起，我们现在都已经是合法夫妻了。时候不早了，我先走了。你晚上还没吃东西吧？我给你带点吃的。我不饿。
我妈妈平时不是这样子的，她可能对你有什么误会，对不起啊。不用说对不起，她这么做也是因为她爱你吧？你能理解她就行。我累了，我先睡了。喂，你好，我是莫思言妈妈，下班后来我家走走。阿姨，您今天叫我来是有什么事情吗？这个是简儿从欧洲带回来的咖啡，你尝尝。谢谢。听说你是孤女，能一步步爬到今天的位置，真是难为你了。但是我也希望你能知道，有些东西不是你通过努力就能得到的。阿姨，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吧。锦瑟，像你这样的女孩子，我见得多了。出身不好，想跨越阶级的最好方法就是傍上一棵大树。但是你要知道，你们之间的三观会有多少分歧吗？而这样的分歧，并不是靠着你年轻貌美就可以弥补的。您今天叫我来，就是为了说这个。我和4年在一起，并不是因为他的身世，我们是真心相爱。我原本以为你会祝福我，但现在看来，好像并不是。您放心，我是不会和4年分手的。如果没有什么事的话，我就先走了。谢谢你的咖啡。那就让我看看你和4年最后到底会不会走在一起。你怎么才回来啊？啊，你妈妈约我喝咖啡。坐下，金瑟。我就说吧，我妈了解你之后，她一定会喜欢你的。你看这花，据说这个花是由很多明星还有王室成员他们结婚时用的手捧花，十分名贵，送给你。放在那儿吧。你怎么了？今天我妈又说你什么了吗？你妈说，我们的身份不同，以后可能很难走下去。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做好准备，但是我希望你能明白，我并没有高攀你。我累了，我先去睡了。约我来这儿是想干什么呀？金曼佑，我想你也不想让景色看见咱们俩在一起吧？景色不是争风吃醋的人。4年，我知道你不爱我，所以过去的事情不如就让它过去吧。我真心祝你幸福。谢谢。我也希望你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爱情。我这次来其实就是想帮我爸爸办好拍卖会。合作愉快。合作愉快。对了，我一会儿还得去找一下景色，聊下拍卖会的事儿。不过我今天没开车，你看是否方便载我一程啊？可以。您的快递。这是什么东西啊？你不跟我一起上去吗？你先上去吧，我一会儿再上去。还说不怕景色误会，看来还是很在意的。这到底是什么呀？哦，宋总，您来啦。我来跟你聊一下关于拍卖会的事儿。好。你怎么来了？我来跟景色聊一下拍卖会的细节。你们聊。咱们这次拍卖会，公司决定。宋总，我请您喝杯咖啡，我们换个地方聊。
我跟莫总已经沟通过了一些拍卖会的细节，我来找你就想再把这些事情跟你聊一下。好，你跟4年好像挺熟的啊。啊，我们俩是发小，自然会熟悉一些。我记得他有失眠的老毛病，以前还送养过他一个薰衣草抱抱熊。啊，原来那个熊是你送的啊？看来他还留在身边啊。原来是这样。锦瑟，我知道你在想什么。虽然我跟4年有家族婚约，但我根本不爱他的。原来跟他有婚约的人是你啊？他没跟你说过吗？啊，也难怪，4年这个人吧，就喜欢把很多事情藏在自己心里。但锦瑟，你千万别多想，他一定是真心爱你的。我知道，谢谢你。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我是怕你和宋景聊得太晚了，所以我就提前回来给你做饭来了。你今天去见过宋景了吧？哦，我是在路上碰见他，顺路就给他带回公司了。是吗？那你能解释一下，为什么你送我的玩具熊是宋景送给你的呢？玩具熊？玩具熊是锦向东送给我治疗失眠的。那他怎么知道有那个玩具熊？他来过我家，但是他来我家是宋老带他过来谈合作的。到底是谈合作，还是去做你的未婚妻？莫思年，你到底要骗我到什么时候？锦瑟，我知道，我也承认我骗过你，但有些谎话一旦开始就会越滚越大。但我请你相信我，我跟宋景一点关系都没有，从始至终心里只有你一个人。莫思年，我真是，你到底哪句是真，哪句是假的？我真是越来越不懂你。您是莫夫人吧？你好，您是？啊，我是酒吧经理，莫总是这个酒吧的背后老板，特地来给您倒一瓶好酒。谢谢。您可能没喝过这款酒吧？我给您介绍介绍这款酒啊。这款酒呢，也不好意思啊，可以让我安静一下吗？好，谢谢。我说了，我想一个人静。怎么是你？我说了，我想一个人静。怎么是你？一个人来喝酒，莫思年知道吗？和你有什么关系？你又来干什么？你是和莫思年吵架了吗？谢谢，锦瑟。莫思年始终是我弟弟，有些事情我们始终是要面对的。我知道你对我有恨，但是过去的事情也都已经成了定局。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一家人？你妈妈说的对，当我们之间的鸿沟只能用谎言去填的时候，我们就注定不能在一起。锦瑟，你有没有想过，有些鸿沟其实不需要把它填满的。当你足够强大的时候，你就自然而然的可以跨过去。喝完这杯，我送你回家吧。那不是我的家，我不想回去。好，那既然你想喝，我就陪你喝个痛快吧。锦瑟怎么在你这儿？莫思年，你到底了不了解锦瑟？你什么意思？妈说她是拜金女的时候，你在哪里？她知道了你和宋锦的关系，
一个人难过的时候，你又在哪里？我会照顾好他。你最好记住你说过的话。叶行啊，锦瑟，我以前是骗过你，但是我跟宋锦之间，我们俩根本就……我们之间的问题，不单单是宋锦。穆总，您的妈妈约我去喝咖啡，一壶的价格能顶上我1个月的工资。您送我花，哄我开心，可是花的美丽和它的价格根本就没有任何关系。就连我去喝酒买醉，经理都要看在您的面子上，送我最昂贵的酒。我是想把最好的，还有我认为最好的，我能做到的，我都想给你。白锦瑟，是我末4年太物质了，还是你太玻璃心了？没想到你是这样想的。对，我不懂，秦无端懂你，那当初为什么你们2个没有在一起啊？末4年，我们分手了。你的意思是想和我离婚？我们之间本就是一纸协议，从来都不存在什么婚姻之事。白锦瑟，你是觉得你和我之间只是一纸协议是吗？我也曾经幻想过，我们之间会有美好的爱情，但终究都是我错了。这场梦该醒了。谢谢。还有说情话的事啊！还不小心，这好人了。吓坏了吧？我还以为我们再也见不到了。今天老天爷开眼了，让我走那么早。当时我也恰巧看了一点后视镜，才发现后面那辆车已经失控了。我也恰巧及时的躲开了，要不然现在躺在医院里的就是我。你看后视镜是为了找我吗？我是想看你最后一眼，哪怕是背影也好。4年，对不起，都怪我，要不然也不会发生今天的事情。不是，是我的错。我一个大男人，没有处理好我们之间的问题。锦瑟，对不起，答应我，以后我们俩不要再因为这样的事情而分手了。你说，我们经历了这么多事情，就好像是上天冥冥之中安排好的一样。这应该就是我们2个之间的缘分吧。
安排好的。你看是否方便再围城啊？你今天去见过宋景了吧？连巨熊是宋景送给你的。季泽，从今天起，再也不会有人打扰我们俩之间的感情了。你找我？我跟白景色离婚了。是吗？4年，别太难过，你会找到更好的。因为他身世问题，所以跟我妈妈产生了很多矛盾。因此我妈妈不同意我们这桩婚事，所以我要帮她找到她的亲生父，然后光明正大的去。什么？宋子，我希望你能清楚的知道，我这辈子非白景色不娶。不管你之前是怎么对待他，但从现在开始，如果再有人敢拆散我跟白景色，我莫死一定不放。听清楚吗？来这里上，哎，对不起，没事，来擦一下。怎么了？还在想拍卖会上展示什么作品啊？景色，你的世界里不仅仅有工作，还有你自己的生活，所以我想帮你找到你的亲生父。可是之前的线索都已经中断了，我除了出生于1997年9月21号，其他我什么都不知道。你记不记得，你跟我说白正明从小连个布娃娃都不肯给你买，他怎么会舍得给你买一条这么贵重的项链？所以我想，这条项链或许是你亲生母亲留给你的。对啊，我从小就戴着那条项链。明天我们一起去一趟白家。项链跟我同一天在滨城出生，难道？爸爸妈妈的项链真好看。是啊，真漂亮。那是爸爸娶妈妈的时候送给她的。妈妈在临终前将这条项链送给了刚出生的你，可惜在慌乱之中给弄丢了。景儿，今天在学校学了什么知识啊？老师说血型是会遗传的，假如你是 A 型血，妈妈是 O 型血，那我的血型就可能是 A 型血或者是 O 型血。那爸爸，你和妈妈的血型是什么呀？爸爸就是 A 型血啊，妈妈是 O 型血。哦。不可能，这不可能！先生，白先生，是我。你们怎么来了？白先生，我听景色说，你们捡到他的时候，他脖子上戴着一条项链。肯定是他记错了，根本没有这个事儿。我想白家现在一定很难过吧？如果你把那条项链交给我，我给你500万。你别想，我根本就没见过什么项链，怎么给你？既然我不是你亲生的，那条项链对你来说没有任何意义。如果你找到了，随时联系我。白正明这么提防我们，一定证明那条项链和我的身世有关。我都说了，我这没什么项链，你们就别再……你好，请问你找谁？白锦瑟并不是你的亲生女儿，所以白正明，到底谁才是你的女儿呢？当年宋城的老婆产后大出血，慌乱中我便趁机将你们调包了。快让我抱抱孩子！这不是我的孩子，我的孩子呢？我们的孩子要出来了，这个是我在平台上捡到的。
我当年真是糊涂啊！我是宋氏集团的千金，是宋城唯一的女儿，这个谁都别想改变。简儿，我错。我现在有件事需要你去做。什么事情？我知道那条项链在你手里，我把项链拿到手，白锦瑟是没有办法跟宋城相认，把它交给我。既然我的身世是你一手造成的，那还请你替我保全它。以后有事情，我还会来找你。白锦瑟，如今这条项链在我手里，你这辈子别想找到你的亲生父母。你在画什么？思念，我想做一条跟妈妈给我的项链一模一样的，然后去参加这次拍卖会。这次拍卖会的宣传力度这么大，说不定能让我的亲生父母看到。这个主意太棒了！来，设计师，这是您设计的项链，谢谢。怎么了？不是这个吗？是，跟妈妈给我的一模一样，就是宝石不一样。辛苦莫总陪我加班了。说什么呢？我当然要陪你了。宋总，你来干什么？再过几天就是珠宝拍卖会了，这次拍卖会要提前保管各位的珠宝作品，其他作品已经送到了宋氏集团，所以我想这件事情就不用麻烦贵公司了吧，我们自己可以保管好。但公司这次要求各个作品需要统一保管，到时候在拍卖会上统一进行展示。所以4年，还请你配合一下我们的工作嘛。宋姐，4年就给他吧。既然我们已经跟人家合作了，就要遵守人家的规定。放心吧，到时候拍卖会就看你们的了。好。哎，景儿，爸，哎，怎么样了，景儿？啊，挺好的。爸，您怎么来了？这次是你第一次做这么大的项目，我当然要来看看你办的怎么样了。不就是一个拍卖会嘛，有什么难的？您放心，一定不给您丢人。你以前那么爱玩，怎么突然对公司这么上心了？以前您老说我小孩子脾气，现在长大了，您应该开心才是啊。啊，对对对，开心开心开心。啊，对了，白锦瑟这次的作品怎么样了？我还挺期待的。其实我也不是特别清楚，咱们就拭目以待吧。好吧。白设计师，好久不见啊！宋老，好久不见。宋老，还是这么谨慎。客气客气。啊，上次叫你来，真不好意思，我临时有会出去了。小女如有招待不周，还望二位多多包涵啊。宋老别这么说，宋小姐非常有能力，我相信这次的拍卖会一定会给孩子们筹得很多的善款。那就太好了。那白设计师，一会儿就看你的了。好，我先去后台准备一下。这次的拍卖会，我想拍卖的是一个和我身世有关的作品。怎么回事啊？我也不太清楚。其实我今天想展示的是一个故事。今天我们这场拍卖会是给孤儿们筹集善款，
其实一直以来，我也在寻找我的亲生父母。亲生父母？小时候，我身上一直带着一条项链。长大后，我的养母在留给我的遗书中告诉我，我并不是她亲生的。我是1997年9月21日在韩城妇产医院被捡到的，或许那就是我的生日。而我身上的这条项链，就成为了我和亲生父母唯一的联系。哇，看来白摄影师今天好像没有什么作品，要不我们先走吧？先等一下，再听听。这就是我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故事。也希望所有走失的孩子都可以回到他们父母的怀抱中。你干嘛看？我去后台的白金色，你扯淡的笼里面有你母亲的项链。可能就是2条相似的项链而已啊！不可能，这条项链全世界只有1条，是我和你妈妈结婚的时候，我为她亲手设计的。也许白摄影师他记错了，就像您说的，他很有天赋的。可能他要从他之前戴那条项链上进行了一些改良，就成了我妈妈那条项链。而且那又是个草图，能看出什么啊？不管怎么样，我一定要找他问个明白。哎呦，爸，那是人家的事儿，咱们就别掺和了。不行，这也是你妈妈的事。爸，你听我说，这次拍卖会主要是为了给孤儿们筹集资金，我也做了一条相似的项链，想为孩子们奉献一份自己的力量。而在此，我也希望借此机会，恳请珠宝界的各位同行，帮我寻找我的亲生父母。宋老，金色，那条项链。宋老，宋老，来人！有人晕倒了，有人吗？快过来！有人晕倒了！哎，对，这里发生了什么事？你跟我们解释一下。不知道，快过来帮忙！快打120！爸，宋老，我们宋氏集团不就弄丢了一条你的项链吗？你怕我爸跳下楼梯吗？来的时候他就已经这样了。您这无证据下，你还要狡辩吗？宋老怎么样了？现在还在昏迷状态。在事情调查进度之前，我公司将坚定维护白摄影师的权益。莫总，事到如今还要袒护白金色。从今天起，宋氏集团与恒润珠宝解除一切合作关系，并且追究白锦瑟设计师的法律责任。你放心吧，这件事情我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的。对了，出了这么大的事，恒瑞会不会有影响？只要有你在我身边，就算恒瑞没有了，我也不觉得可惜。就算恒瑞没了也不可惜，是吧？好啊，莫思年，那咱们就看看是恒瑞重要，还是白锦瑟重要。莫总，这段时间我在恒瑞学到了很多，现如今行业已经集体抵制恒瑞了，我们实在是迫不得已。这是我的辞职信，希望莫总您能批准。你看外面还有谁不想干了？这个月的工资给他们结清，再补助3个月。怎么办？宋老被推倒的视频已经在各大媒体上发酵了，这几天恒瑞珠宝的股价已经对折了。放心吧，我能。宋总，喂，我在恒瑞停车场，你下来一趟。我跟你没什么好说的。想救恒瑞就来见我。你到底想干什么？很简单，跟我结婚。我根本就不爱你，你觉得这样的婚姻有什么意义？不要表现。商界联姻本来大部分人都不幸福，所以重要的不是过程，而是结果。你选择了谁？可不可以不要相互折磨？折磨？我宋锦论家世论才华，哪一点比不上那个白锦瑟？你选择跟他在一块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也在折磨我呢？
4年，只要你跟我结婚，恒瑞就会被保住。到时候我再拿到宋氏的股份，恒瑞就会顺势而飞了。如果我和你结婚，你能放我进色？那就要看我的心情了。莫思年，恒瑞现在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该怎么选？我希望你想清楚。这件事我也听说了，你有什么打算？需要秦氏的帮助吗？我自己能解决。都这个时候了，别逞强了。当初不让你娶这个女人，你非不听。妈，我跟锦瑟认识那么些年了，我了解她的为人，这件事情不可能是她做的。妈，你放心吧，我说的我能解决，就一定不会牵连到秦氏的。真没想到，恒瑞有一天会因为一条项链倒下。我倒是真想看看，这是一条怎样的项链。这条项链我认识，这是你嫣然阿姨生前的项链。我怀疑你身上有奸体。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快回来！锦瑟，有件事我要告诉你。什么事？现如今恒瑞已经不保，我要将你从恒瑞开除。你要开除我？对，而且你跟我已经离异，所以我希望你能从这里搬出去。我帮你收拾行李。恒瑞珠宝 CEO 将与宋氏集团签订联姻，婚期择日发布。看来你已经做出选择了。干嘛呀？我有个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怎么了？宋真可能是你的父亲。宋简，你一定要拿到宋城的所有股份。白锦瑟，你来干什么？是想杀人灭口吗？我只是想来看看宋老。白锦瑟，莫4年都已经和你分手了，你还在这纠缠不清。我劝你识相点，早日离开滨城，另谋出路。我没有做错什么，为什么要我离开滨城？宋老到底是被谁推进去？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我好话已经说尽了，如果你还是不走的话，我一定会毁了你的。你给我听好了，没有我的允许，谁都不可以进步。我不希望让一些无关紧要的人来打扰你的父亲。是，宋总。什么？慈善？根据你父亲的遗嘱，你父亲死后的所有资产将用作慈善使用。那你的意思是，如果我父亲去世的话，我从宋氏集团将1分钱也拿不到，是吗？在法律意义上来说，是这样的。我现在能做什么？现在只能祈祷宋董事长早日醒来，让他把股权亲自转让给我。白锦瑟，谁让你进来的？
我现在就报警，立马给我出去！叫医生！叫医生！快叫医生！算了，别醒了。静儿，我怎么会在这儿啊？他是谁呀？我是白锦瑟呀。爸，我亲眼看到他把您推到楼梯下面的，你好好想想，到时候跟我说，我让他牢底坐穿。可是我不记得这个女孩子了。白锦瑟，你再不出去的话，我现在就找人把你拖出去。不用你赶我，我自己走。照顾好你自己的身体。宋董事长是暂时性失忆，而且随时可能再度陷入昏迷，情况很不乐观。爸，您好点吗？好点了。爸，我今天来有件事想跟您说。什么事儿啊？您看，您现在身体抱恙，咱公司不能群龙无首啊，所以我想您在集团的股份转让给我。爸，我是您的亲女儿，这以后您也是要把公司转交给我的嘛，所以您就签了吧。那也是。哎，孩子长大了。谢谢爸。哦，对了，我要跟莫思年结婚了。啊？那我可要加油康复了，早点出院，去参加你的婚礼。那您好好休息，我再来看您。宋总，恭喜订婚。你到哪儿了？到了。白锦瑟，你来干嘛？你信不信我报警抓你？报警？你敢吗？你以为在我的手表里安装了监听，就可以掌握我的一举一动吗？不过也要谢谢你，你才有不在场证明。那又怎么样呢？今天是我跟莫四年的订婚仪式，我不欢迎你。我说要娶的是宋氏集团的千金。你什么意思？你自己的身份你早就清楚了吧？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来人，把这女的给我拉出去！该出去的是你吧？莫阿姨，你怎么了？一想到要见阿姨，我还是有点紧张。别紧张，我妈不会怎么样对你的。让我好好看看，你就是嫣然的孩子。都怪我听信了宋锦，以为你是那样的人。以前阿姨对你说过很多不好的话，对不起。没关系，阿姨，我知道你都是为了思年好。锦瑟，其实我并不在意你的出身，阿姨一直希望你嫁给思年是真心爱他。你放心，阿姨，只要是和思年在一起，我做什么都愿意。好，我祝你们幸福。谢谢妈。你们在撒谎，我才是宋城唯一的女儿。这是我的 DNA 报告。
就算你是真的又怎样？现在整个宋氏集团都在我的手上。你既然那么喜欢认爹，不如就替我去尽孝啊！你以为你真的拿下了所有的股权了吗？爸，这个公司我的股权只占了1%，大部分股权都属于你的母亲杜嫣然，我只是代为管理。景儿，听爸的话，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呐。好啊！现在你们父女相认，我算什么？我算什么？莫思年，我本来想帮侯瑞一条生路的，没想到你比我还狠心。你还有什么话跟你律师说吗？一切和宋九无关，都是我的错。谁让你来的？今天是你订婚的日子，我就算偷偷的躲在角落，也想看到你幸福的样子。宋城，你还记得我吗？你是白正明？没错。当年你吞并了我的工厂，害我走投无路。没想到你夫人和我夫人竟然同一天临盆，我对你怀恨在心，所以才铸成大错。宋城，都怪我当年一时糊涂，才酿成了今天的悲剧。你能不能看在我把景色一手拉扯大的份上，放过我的女儿？我不需要你替我顶罪。我宋锦一人做事一人当。白正明为拿到宋城的财产，将自己的女儿换给宋城，白锦瑟成了宋锦。另外，宋锦才是造成宋城此次意外的真凶。为阻止其父女相认，在宋城出事后，安排假记者设计嫁祸于白锦瑟，不择手段，甚至险些发生谋害亲人的悲剧。宋锦涉嫌过失伤人罪，白正明涉嫌拐卖妇女儿童罪，已被公安机关立案调查。过来。跪下。跪下？我是有惹到你了吗？我还是饭菜做的不好吃。让你跪下，你就跪下。哎，丹曦，跟我求婚。锦瑟，你愿意嫁给我吗？我愿意。什么？你们要结婚？哎呀，看来你们还真是有缘。4年是不是总失眠啊？爸，您怎么知道？这事还要从你妈怀你的时候说起。那时候你妈身体弱，我就找了一个老中医开了一道方子。有一天呢，李默阿姨带着4年去看望你妈妈。哎，这4年呢，误服了其中的一味中药。这自此以后呢，她就有了失眠的毛病。后来呢，那老中医不幸去世了，秦家找遍了全国都找不到能治疗4年的药。4年每次来我们家玩，你妈妈带着他的时候，他都睡得特别安稳。所以我猜啊，你身上也有和你妈妈一样的味道。怪不得他每次靠着我，他能睡着。真的印证了那句话：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哎呀，我们父女俩这刚相认，你就要嫁到别人家了。锦瑟，你可要常回来看爸。
您放心，我一定会多回来陪您的，我永远都会陪在您身边。好。莫总，这一身您还满意吗？行，太好看了。你二位一位叫莫四年，一位叫白锦瑟，你们还真是天生一对啊！白小姐，要不婚礼那天我们就定这一套吧。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哦，好的，谢谢。哎，我叫景向东，你叫林夕，咱俩一东一西，是不是也是天生一对？谁跟你是一对啊？对，我是癞蛤蟆，你是白天鹅，咱们俩不是一对儿，是冤家。那个，我们没什么事儿，就先走呗。啊，我还得跟锦瑟商量怎么过闺蜜单身夜呢。你怎么那么没眼力劲儿啊？我说就有事儿，走。明天你就是我的人了，有什么想说的吗？我想说，谁是谁的人还不一定呢。锦瑟，还没睡啊？睡不着，你怎么也没睡？我想见你。那不行，结婚之前不能见面，不然不吉利。不过，我也想见你。我有办法。什么办法？你去阳台。你傻不傻呀你？我真没想到，竟然有一天，我们俩走到了婚姻的殿堂。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吗？我当然记得，第一次在民政局的门口，你为了不让你前男友发现你在偷拍他，你就躲进了我的怀里，然后你还说我是你前男友的保镖。这一切都像一场梦一样。这不是梦，这是现实。锦瑟，我答应你，我这一辈子都会守护在你的身边。都什么时候了？说，我爱你。我爱你。谢谢来参加我们的婚礼。记得好好对景瑟，不然我饶不了你。放心吧，你把家里的生意也照顾好，要不然我也饶不了你。哥，走吧，等你呢。白锦瑟小姐，你是否愿意与你面前的这位男士结为合法夫妻？无论是健康或疾病，贫穷或富有，你都始终愿意与他相亲相爱，相依相伴，相濡以沫，一生一世，不离不弃。我愿意。莫四年先生，你是否愿意娶白锦瑟小姐作为你的妻子？无论是顺境或逆境，富裕或贫穷，健康或疾病，快乐或忧愁，你都将毫无保留地爱她，对她忠诚，直到永远。我愿意。锦瑟，我们终于在一起了。常常梦里出现的那个人，是你深爱忘不掉那个人，总是以为那个人会伴你过一生，
错过了，懂得什么是缘分。把大雨只放在心里不说，装作自己没有那么脆弱。总以为没他的世界不会剩太久，寂寞始终学不会洒脱。最爱的那个人，最想念那个人，还剩下多少曾经替他眼里曾为你伤痕？你陪着你走完每一段旅程。